红旗 H9啊，3.0T 的，解手看看它的效果。哦，很帅，有没有？我稍微看一下后排啊，马上走。它这个扶手可以看一下。发抖音呢？没有啊，自己玩玩的。哦，座椅当然都是电动的了啊，电动调节的都是。然后，这腿托也可以调，这个也可以调。OK。哎，它自己会上去的，看到没有？它有个阻尼。有个阻尼的，这挺好的。下面是80厘。空间其实我觉得不是算特别大哦。对，因为它这个座椅啦比较占位置。对。后面有那个角度可以调节。如果像那个固定的话，就可以比较靠后一点。对。座椅它这个像按摩啦，座椅加热通风啦也都有的，所以功能集成的比较多，对，要占位置一点。双色的车身，解手再看一下这个尾灯，还有仪式感的啊，可以。那我们先开启走了。这个是前驱。看一下这个车灯还挺好看，真挺好看。座椅记忆的啊。对。哦，怪不得它调过了。它自己会弹回去的。哦，这样的是吧 ？OK。记忆。怪不得。熄火的话，它自己往后会回。包括像方向盘也都在联动。这全都是触控的按键啊。对，触控热感应。如果你熄灭的时候，它就是全黑的这样子啊，还挺有质感。座椅。对，方向盘上高配的还在加热。对。这边是多媒体区。按导航的话，它也是高德岛底层。对，这个有。石板的话，它是铝合金拉丝的。哦，铝合金的。对，摸起来是有点纹路的啊，感觉。不是那种水转。有的车它是能水转。哦，这个红旗的标这里有。对，那个是中轴线，包括像解锁的瞬间呢，它也会亮。这里有。中轴线设计。这什么？哦，点烟器。全金的铁柱。那边按，说直接按，往后拉一下就行。好，对，这边也可以走。这是发动机启停吗？这个是自动驻车，启停是这里。启停关掉了。对，启停关掉。对，我喜欢关掉。对，启停关掉喜欢关掉。等会的话容易熄火。这边一直直行啊。到时候转的话提前跟你说。好的。这个车身应该很重啊。车身的话，像3.0T 的话，它有1.9吨。哦，将近2吨。对，2.0T 它是1.7吨。首先我开起来这个动力其实挺轻快的，开起来啊。对，不像开大车的感觉。对，比较轻盈。对，包括像方向盘的话也比较轻盈。它也会根据你的车速，它会回馈力量。转向也挺轻的。对，它是。里边的话，它有驾驶模式也可以选择。运动模式啊会变重。现在的话是舒适模式。驾驶模式哪里选？驾驶模式在这边。哦，对。切换一个试试。先运动看看吧。对。在 P 档才能切换。这样的。对。OK。先运动好了，看看。经济啊。对，运动模式的话，它车身的话也会下降。它会降低车身。对。运动模式呢，顾名思义，
但是我身体好像感觉不到它在下降什么的。它是前后慢慢下降。嗯。对啊，现在车头在下降。嗯。对，下降幅度不会太大。嗯。差不多3公分的样子。哦，3公分。那其实还行，只有这么多。对。嗯。我稍微深踩一下看看，踩到60就行。现在。嗯。好的。这边限速的话70啊。哦。这边车子倒行。嗯。哇，我刚才只踩来可能就踩了差不多三分之二。对啊，2/3可能还不到，它已经打滑了已经。底气很足啊，这个动力。动力的话有250匹。嗯。一直直行，转的话直接不错。好的。配置方面的话，像安全方面有盲区监测，主动刹车啦、波动预警也都有。像高速自适应巡航啦，这些都会备。还有一个像车道偏离啊，包括矫正啊也都有。蛮挺美。下个路口的话要掉头了啊，掉头，最左是超行驶。OK。掉头。对，最左侧车道。OK。对。这车还是有点宽的感觉。对。要适应一下。对。这个车头然后也很长，像一块平板一样在前面。天，开大车的感觉。包括像那个内饰后视镜的话，也是流媒体。流媒体的。对，流媒体的话，假如下大雨天气了啊，那刚才那一阵雨下的挺大，就不会有盲区了。是的。不然的话，后挡上面全部是水柱，看不见。一直直行，然后转环境。它运动模式下面的话，它空气悬挂了啊，变得比较硬一点。对。不会像那种像舒适模式下的那种比较软绵绵的一种感觉。像那种坑洼路的话就比较明显。这个抬头显示我个人感觉是有点低耶。对，它高低倒可以调节的。包括像角度啦，包括像亮度啦，都可以调节。可以调节的是啊，那就行。不然的话，如果一直这样，这个角度是有点那个。对，因为每个人身材啦、坐姿不一样，所以说肯定是可以调整。是的。彩色的，清晰还挺清晰。对，它这叫做比一般的抬头显示啊，WHUD 抬头显示。说顾名思义，抬头显示 W 的话要大一点。W 大一点。它有12寸。OK。对，它整个面积有12寸。明白。它这个自动雨刷嘛，这不刷感觉。对，下面一条。OK。好，就现在常规模式再开开。快 P 档的。对。对，往上推一下。就舒适模式看看。舒适模式。过了这个路口之后了啊，下个路口左转。
掉头啊？对，左转。左转。对，转到红灯。